海军大将藤虎亲自动手缉拿草帽团，巴托等人围在一起，试图阻止藤虎。藤虎二话不说，拔出短刀，整个城镇震动了一下，废墟中的瓦砾一起飞向了天空。战国看了看漂浮向上的瓦砾，感叹一声，他终于动手了。破败的房屋以及砖瓦浮在空中，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球。圆球整个面积足足可以将半个德雷斯罗萨盖住。如果藤虎打算用这一招来灭掉草帽团，恐怕一多半的德雷斯罗萨都要被摧毁。海军们即刻做出反应，放弃追击海贼，全员疏散群众，撤出藤虎的攻击范围。罗找到原地发呆的乌索普等人，指挥众人赶去港口驾船逃命，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赶来，众人谁也不肯先行离去。这时，远处腾起一阵烟尘，路飞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飞奔而来。巴托尖叫着让路飞赶快逃命，而路飞一眼就看到了藤虎。反正只要看到穿着正义二字衣服的人，不用多说话，上去一套连招就对了。路飞跳起身来，一招相枪打向藤虎。巴托看傻眼了，对方可是海军本部最高战斗力海军大将啊，怎么能说出手就出手呢？路飞非常硬气地说道：“凭什么遇到海军大将就要逃走？这种事情2年前就结束了，不把你们都打飞，我就当不了海贼王。”路飞冲过去，对着藤虎就是一套连招。藤虎用短刀一一挡了下来，并用重力能力进行反击。路飞打着打着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会儿重的砸在地上，起都起不来，一会儿轻的像棉花一样飘在空中。虽然不知道藤虎具体是什么样的能力，不过和他过招确实很棘手。路飞对藤虎的印象不错，很难对藤虎下死手。他同情藤虎是个盲人，边出手边大声嚷嚷着提醒藤虎。藤虎大喝一声：“老夫可不需要你的同情！”接着出手一招重力刀猛虎，横向击出的动力几乎扭曲了空间，将路飞连同一片岩石一同击溃。路飞飞出去的时候，正好被巨人海尔丁捡着。海尔丁抓着路飞，趁机和乌索普一行人向海岸边跑去。索隆还想和路飞换个岗，磨磨自己的战斗，继续挑战藤虎，却被巴托强行拉走。大哥，你就别闹事儿了。众人来到海边后吃了一惊，海贼大提督奥龙找来自己那个上千成员的约塔玛利亚大船团，为了避免被海军夹击，大船团的海贼们用船在海岸搭起一个大桥，一直绵延到距离海岸5公里的地方。在那里，大船团的舰队群正在待命，想从我这里逃走，你们做好觉悟了吧？藤虎甩动短刀，驱动空中乱石废墟，追击路飞等人。空中的乱石堆轰轰烈烈地飘向路飞等人逃命的方向，很快就追上了乌索普他们这一群人。路飞他们逃到海上，对于藤虎来说更方便动手了。藤虎再也没有了顾虑，将重力刀竖过来，眼看漫天的石头瓦砾都要像流星一般砸下来。这时，从内陆突然涌出一大群的国民，他们一边在嘴里叫骂海贼，一边向港口奔去。藤虎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只好将空中的瓦砾控制住。藤虎虽然是个盲人，但也不是傻子，从国民们的叫骂声和行动之中，丝毫感受不到他们一丝丝的愤怒。很显然，国民们是为了掩护草帽以及一干海贼逃亡，故意演了一出苦肉计，追了过来，逼着藤虎停止攻击，给路飞他们争取逃走的时机。藤虎惊了，他从来没见过哪个海贼会得到普通群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一个大家都想帮助的海贼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头发是什么颜色？眼睛是什么形状？长相怎么样呢？藤虎收起短刀，欣慰地笑了笑，真想看看草帽长什么样子，大概应该是长着一张温和的脸吧。路飞一行人顺着水上通道跑到海坞的深处，在这里停着约塔玛利亚大船团的主船，一个巨型的豪华海贼团约塔玛利亚号。除此之外，其他人的海贼船也都停在附近，看来又要进行告别了。但是众人似乎并不想就这样离去，而是团结在一起向路飞申请加入他的旗下。现场这些赫赫有名的海贼有海贼贵公子卡文迪许，以及申请加入他的巨美海贼团的提亚斯海战 A 级战犯斯莱曼、巴托洛米奥，以及他的巴士俱乐部八宝水军第13代栋梁老蔡，率领拥有1000余名成员的暴力团伙八宝水军、拳击哥以及长腿族小哥，加上杀手兄弟临时组建的海贼团，雷欧和他领导的200人东塔塔小人族，海尔丁和他的5名巨人成员。他的目标是重振世界最强的海贼团巨兵海贼团，将来必定是路飞的得力部下之一。约塔玛利亚大提督奥龙以及他率领的共有4300人的约塔玛利亚大船团，所有人加起来共计5600人，由巴托作为代表，正式向船长路飞提出申请，组建草帽海贼团旗下的海贼大船团。巴托将众人的酒碗里盛满了美酒，众人一起举杯，但路飞却拒绝了结一酒。众人一脸懵逼，有了这支5600人小弟的大船团，草帽海贼团就可以在新世界光荣的跻身进入大海贼团的行列。难道路飞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路飞站在高处，大声说道：“我的梦想是成为海贼王，不是成为伟人，不需要成为什么大海贼。如果我们有困难，自然会呼唤你们来帮忙。你们有困难，也可以随时呼叫我们。大家一起和明哥战斗过，我是不会忘记的。”突然，一阵炮击袭来，众人吓了一跳，以为是海军来搞突然袭击。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大群海贼船。这些海贼是与多弗朗明哥有着各种黑市交易的人。路飞一伙干掉了多弗朗明哥，搞毁了他们的生意，买家们当然要上门寻仇。奥龙即刻下令，约塔玛利亚大船团狠狠地反击。空中那些漂浮的瓦砾慢慢悠悠地飘荡到了来袭者的上空，接着从天上倾泻而下，将所有跑过来找茬的海贼船击沉在了汪洋大海里。一大片的海贼团瞬间团灭。岸边，藤虎收起重力刀，微微一笑：“老夫给你践行，草帽路飞。”巴托等人眼看老大路飞这么任性，没有办法，于是各自喝下解衣酒，单方面宣布正式加入草帽麾下。不论是做草帽团的盾还是矛，都将在所不辞，甘愿为草帽团赌上身家性命。路飞惊了：“我还没喝酒呢，怎么能算数？”转过身，酒碗里的酒已经被索隆干了。草帽大船团正式成立。按照惯例，大战之后必有宴会，大家热热闹闹的又吃又喝。开完了宴会，草帽团的脑残粉巴托洛米奥向众人展示了一个铁杆脑残粉的自我修养。他最引以为豪的海贼船前进路飞前辈号，整艘海贼船的船头设计就是一个劣质的路飞手办的样子，船舱则是设计成了黄金梅利号的山羊头。后面巴托还细心地种上了橘子树，以致敬娜美前辈。船头侧面则特意设计成了弧形，模仿的是路飞的线条手臂。船尾则是劣质的乔巴手办，甚至让人怀疑是巴托自己做的。船上最让脑残粉船员们感动的设计是一个被玻璃罩罩着的生命卡。不用说，这张生命卡就是路飞的。无论巴托海贼团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这张生命卡找到路飞。巴托作为一个铁杆粉丝，可以说非常狂热了。如果不是从第一集一直追更海贼王，他都绝对不可能对草帽团的成员了解的这么详细。而且整艘船不仅仅是巴托对草帽团如此狂热崇拜，所有的船员都是一副德行。看起来他们大概是自行组建了粉丝应援群，然后选出群里最活跃最纯粹的粉丝线下聚在一起，成立了巴托俱乐部。最后草帽大船团的成员们各自拿了一张路飞的生命卡，就此别过。路飞等人由巴托俱乐部的前进路飞前辈号载着，前往左岛与山治一行人会合。索隆看着早上的新鲜报纸，愣了一下，随口说道：“路飞，我们的悬赏金又涨了。”巴托立刻挤过来谄媚说道：“前辈们最新的悬赏令我都已经镶起金边挂起来了。”巴托的小弟们立刻铺上红毯，搭起人工迎宾隧道，恭迎草帽团的前辈莅临参观。巴托靠近罗，不屑地说：“你的悬赏令我已经扔了，涨到5亿了。”最新的草帽团悬赏令中，路飞的悬赏金涨到了5亿贝利，索罗的悬赏金为3亿2千万贝利，尼可罗宾1亿3千万贝利，铁人弗兰奇9400万贝利，乌索普的悬赏金涨到了一个超大的幅度，一下子达到了2亿贝利，黑族山治1亿7千万贝利，小贼猫娜美6千万贝利，音乐家布鲁克8300万贝利。乔巴的悬赏金也有增长，只不过涨幅过于由原来的50贝利涨到了100贝利。细心的巴托将所有人的悬赏令和涨幅研究个遍，发现山治的悬赏令最为奇怪，所有人的悬赏令都是不论死活，而山治最新的悬赏令却改成了只许活捉。战斗结束了，多弗朗明哥也被海军押送走了，德雷斯罗萨迎来了和平，人们积极地投入到战后重建工作中，举国上下一片火热。利库旺重新就任国王，并将多纳塔小人族介绍给了国民认识。从此，妖精不再只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传说，而是以国民的身份与人类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雷欧拜托城镇的工匠们加班加点赶出了3座英雄雕像，他们分别是竞技场最强剑斗士居鲁士、奇迹之王乌索普，以及将德雷斯罗萨拯救出来的剑士露西。这里是充满了爱、热情、妖精的国度，而在国家看不到的黑暗处，一群神秘且不祥的人在秘密进行着工作。他们就是世界政府的谍报组织 CPO。他们本以为能收刮一些多弗朗明哥留下来的武器弹药，没想到晚来一步，所有的武器、技术以及唐吉诃德家族留下的证据，全部被革命军搬了个空。罗布路奇领导的 CPO 连个毛都没捞到。海军的押送舰队在海上连夜赶着路程。藤虎因为没有拿到路飞和罗的脑袋，按照海军元帅赤犬的命令，他不允许进入任何一个海军基地。没办法，藤虎只好搭乘战过的船离开德雷斯罗萨，顺便蹭一碗面吃。要饭多弗朗明哥换了一副新眼镜，即便被五花大绑，但是依然嚣张无比。
作为新世界黑市的中间人，多弗朗明哥与许多大人物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如今他垮台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黑暗世界恐怕要乱作一团。拴着怪物们的缰绳可是攥在我的手里，你们一定会因为我的垮台而后悔的。在海军舰队的不远处，一艘海贼船早已虎视眈眈地瞄准了他们。他们是什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海贼新人吗？当然不是。在知道这支海军舰队上配备了海军大将藤虎、海军本部中将贺、海军本部大督察战国的情况下，依然敢下令进行强袭的海贼，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了。这艘海贼船来自四皇百兽凯多，而船上的带头大哥则是凯多手下的一员猛将，三灾之一的旱灾杰克。前往左岛的航程漫长又无聊，巴托拿起自己这2年通过跟踪草帽团、关注草帽团报道、观看海贼王动画片记录下来的笔记，声情并茂地向小弟们讲述了草帽团2年多的种种冒险经历，把众人感动得一塌糊涂。感动之后，接着是漫长的旅程。巴托海贼团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漫长的海上航行，全团终于撑不住了，晕船晕得厉害，站都站不稳，只能不断地吃口香糖缓解。结果整艘船到处都是嚼过的口香糖，巴托晕得只想呕吐。手下突然报道，前方迷雾发现一个巨型黑影正在缓缓地行进移动。路飞一听就来劲儿了，会移动的山听起来就很过瘾，赶紧登岛看看。乌索普一把捂住路飞的嘴巴，收声，现在赶紧逃出迷雾再说吧，冒险什么的等脱离了险境再说，一旦撞上礁石那可就真的冒险了。罗看了一眼自己伙伴的生命卡，发现生命卡直指前方的浓雾之中。据传闻，左岛就是通过迷雾、向外海流以及逆向的海风来阻止外来者入侵的。由此推测，迷雾中的那个黑影很有可能就是左岛所在。眼见为实，弗兰奇当即下令船员收帆滑行，靠近黑影看看究竟。前进路飞前辈号靠近了黑影，众人惊恐地发现，眼前的黑影居然是一个巨大的看不到头尾的大象，背影上有影影绰绰的建筑物。注意，这不是一个大象形状的岛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巨型大象，它背着一整个城镇，正在缓慢的前行。罗冷静地说道：“这里的确就是左岛了。左岛是大象后背上那片繁荣土地的名字，因为巨象一直不停地移动，所以左岛是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梦幻之岛。没有固定位置，无法用记录指针定位，想找到这里，可以说全凭运气。据说整个岛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只大象活了整整1000年。”我是节目君，咱们下期见。